本影片采用全程 CC 内嵌字幕，观看影片的各位观众朋友记得打开字幕哦，不要再跟我说没有字幕了，再还看不到字幕就叫鸡鸡吃掉你鸡鸡。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帅狗，愿持力与你同在。好，原则上这样录音应该就不会有非常强的回音效果，如果还是有，麻烦各位再跟我讲，我再想办法调整。OK， 那这支影片呢，帅狗想要跟大家介绍目前游戏网最新的卡包里面的新卡。预计是8月份会上市的卡包，然后这个卡包呢，目前来看有2个新的主题，一个是恐龙妹，另外就是斩鸡，白斩鸡，还有延展鸡系统。这2个系统呢，我只能说在美术的选择上真的是太高端了。K 社一个会玩啊，恐龙妹真的很正，搭配上最近哥吉拉那么火，重点是恐龙妹还有女仆属性。K 社这手怎么这么会玩啊？然后再就是斩鸡了。斩鸡的话，它本身长得很像机械族的怪兽，但是因为它是电子族，所以它不需要担心被电子龙吃掉。所以如果说你也是喜欢机械族的玩家，或许是这个电子族斩鸡呢，会是个不错的选择哦。好了，那么我们前言少去啊，直接开始这次的卡片介绍。我们这次主题就是斩鸡 ，Let's go！ 斩鸡西格玛总和。协调效果怪兽等级4，光属性，电子族，攻击力1000，防御力1500。此卡名的第一个效果，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此卡在手牌，目的存在额外怪兽区没有我方怪兽存在的场合可以发动。此卡特殊召唤，此效果特殊召唤的此卡离场的场合，此卡除外。此效果发动后，这回合我方从额外只能特殊召唤电子族怪兽。第2个效果，我方场上的此卡作为斩鸡同步怪兽同步素材的场合，可以当成协调以外的怪兽使用。哦，它第一个效果就是说，只要这张卡在手牌或墓地啊。只要你场上额外区没有怪兽，它都可以特殊召唤，一个内建特殊召唤的机制。做展开很容易，但是它离场的时候呢，就得除外。而且它一旦用自己特殊召唤条件登场之后呢，这回合你只能从额外特殊召唤电子族的怪兽，你就不能非其他种族的怪兽了。第2个效果比较微妙啊，只要它在场上，它可以当做非协调怪兽使用。就是你可以拿别的协调怪兽搭配自己，或者是说，可能你场上有2只西格玛总和的情况下呢，一只可以当协调怪，另外一只可以当一般的怪兽进行协调。按理来说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我有说错呢，可以在留言区进行更正哦。所以这张卡还蛮有趣的哦。第2张卡斩鸡 P 型算子，协调效果怪兽等级4，暗属性，电子族，攻击力1000，防御力1500。此卡名的第1跟第2个效果，一回合可以各使用一次。第1个效果，解放我方场上一只电子族怪兽可以发动。牌组斩鸡怪兽一体特殊召唤。第2个效果，此卡受末场合以额外怪兽格我方电子族怪兽一体为对象才可以发动。这回合该怪兽在一次战斗阶段可以2次对怪兽进行攻击。第1个效果，解放我方场上一只电子族怪兽可以发动，从牌组再飞一只斩鸡，很不错，而且特殊召唤。然后他没有说不能解放自己，所以你可以解放自己，可以解放别人。那如果解放自己，按理来说可以触发他第2个效果。就是受幕的场合呢，以自己额外格电子族怪兽为对象发动啊，那只怪兽可以打2下，感觉起来是有回杀潜力的。不过它只能打怪兽，不能打玩家。所以如果对方场上只有一只怪兽，那这个效果就比较没有用。这边有一个细节想提醒所有观众，它的效果是绑定在额外区的电子族怪兽，所以说如果是已经在主要怪兽区的电子族怪兽是不能成为效果对象的。OK， 好，第3只。斩鸡加效果怪兽等级4，延属性，电子族，攻击力1000，防御力1000。此卡名的效果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以场上一体表示的怪兽为对象可以发动。此卡从手牌特殊召唤，对象怪兽攻击力上升1000，到这回合结束。此效果特殊召唤的回合，此卡不能攻击。此效果发动后，这回合我方从额外只能特殊召唤电子族的怪兽。这是个取对象的效果，取完对象之后呢，从手牌特殊召唤，所以你必须先选择一个对象，这个效果才能够发动。之后选择对象怪兽攻击上升1000，而且这个效果不论是对自己的怪兽或对对方的怪兽都能够使用。但是如果你碰到对方怪兽是有指定抗性的，那这个效果就不能用了。它的 debuff 是发动这个效果之后，这回合自己不能发动攻击。不过我相信这张卡的用意本身也不是用来攻击的，所以几乎等于没有 debuff。如果你牌组够纯的话，第2个 debuff 对你也是没伤害的。第4张卡斩鸡减，效果怪兽等级4，延属性，电子族，攻防都是1000。此卡名的效果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以场上一体表示怪兽为对象可以发动。此卡从手牌特殊召唤，对象怪兽攻击下降1000，到这回合结束。此效果特殊召唤的回合，此卡不能攻击。
此效果发动后，这回我方从额外只能特召唤电子族怪兽，几乎跟加的效果一模一样啊，只是它变成减攻击力而已。那 debuff 的状态呢，跟先前提到的是一样的。如果你牌组够纯，是几乎没有 debuff， 但是一样选取的对象万一是有指定抗性的，那你这个效果是不能发动，不是无效，是不能发动。第5张卡，斩击成等等。加减乘都有了，那下个绝对是除啊！效果怪兽等级4，地属性，电子族，攻击力500，防御力2000。此卡名的第一、第二个效果一回合可以各使用1次。第一个效果，以我方场上一只等级4电子族怪兽一体为对象可以发动，该怪兽这回合等级变成8，我这有点强哎。第二个效果，此卡送木的场合，以额外怪兽格的我方电子族怪兽一体为对象可以发动。这回合该怪兽攻击力翻倍，好，必须说这张橙的卡有一点太强嘞，因为它这系列怪兽全部都是等级4，所以斩击特殊召唤之后变等级8是非常容易的。而且第二个效果，它送木的场合是送木哦，它没有跟你说要从手牌或是牌组或是场上，它没有限制，也没限定是用什么方式送木，只要它送木就能够触发。场上额外区、额外格哦，一样只能在额外格，如果在主怪兽区没有用，那只电子族怪兽攻击力翻倍。很灵活，它的触发条件非常有弹性，所以这张斩击城我觉得很神，非常的好用。如果是这个主题的话，很强。斩击除效果怪兽等级4，地属性，电子族，攻击力1500，防御力1000。此卡名的第一、第二效果一回合可以各使用1次。解放额外怪兽格我方一体电子族怪兽可以发动。其手牌及墓地中最多各将一体等级4电子族怪兽特殊召唤。第二个效果，此卡送木的场合，以场上一体怪兽为对象可以发动。这回合该怪兽攻击力减半，好，我这斩击怎么都那么过分啊 ？OK， 解放额外格的电子族怪兽可以发动，所以这个条件看起来你连电子粒子球都可以吃啊。它并不是绑名称，所以只要电子族就可以，那还不错。从手牌跟墓地最多各一体，所以即便是2只等级4的电子族怪兽，看起来不错。好，第二个效果，此卡送木的时候，场上一只怪兽为对象发动，攻击力减半。这个很强哦，可一样碰到有指定抗性的话，那这个效果就没有办法使用。OK， 前面2张都是送木就可以触发，所以按理来说，我们今天用愚蠢的埋葬也可以触发它们的效果。第7张延斩击猿群，协调同步效果怪兽，等级8，炎属性，电子族，攻击力2500，防御力0，协调加协调以外的怪兽一体以上。此卡名的第一、第二个效果一回合可以各使用1次。第一个效果，此卡战斗破坏对方怪兽时，以对方场上最多2张卡为对象可以发动，那些卡破坏。第二个效果，此卡被战斗或对手卡片效果破坏的场合可以发动，排除斩击、魔法陷阱1张加入手牌。其实看了前面的卡之后，我反而觉得这张猿群不是那么强。首先，它第一个效果，它是取对象的，如果是有指定抗性的，这个效果等于没有用。万一你发了又容易吃到类似星光大道的卡，目前那么多张卡看下来比较不是那么实用啊。不过对于解场，你要解一些很烦人的魔法陷阱还是有用的。第二个效果的话，当它被破坏啊，就是任何形式被破坏啊，而且没绑定送木，所以只要被破坏就可以。那从牌组选一张斩击的魔法卡加入手牌，这个效果是帮助你做后续的动作，不至于被解掉就没办法做事。第8张延斩击诺西格玛，同步效果怪兽等级12，炎属性，电子族，攻击力3000，防御力0，协调加协调以外怪兽一体以上。此卡名的第3个效果，一回合只能使用1次。第一个效果，此卡在额外怪兽格存在时，不受斩击以外卡片的效果影响。第二个效果，额外怪兽区的此卡和对方怪兽战斗时，给对方的伤害加倍。第3个效果，此卡被战斗或对手卡片效果破坏的场合可以发动，牌组斩击1张卡加入手牌。哇，这张卡很强我光是看到第一个效果有如此强大的抗性，我就高潮了。不过你的对手一样是斩击的话就没有用了。如果碰到非斩击牌组的话，那真的是全康。当然坏兽一样可以把它吃掉，或是电子龙一样吃得掉它。对，电子龙好讨厌哦，这边偏偏被管到。那战斗给予双倍伤害，很强啊，双倍。前面斩击又可以疯狂加攻击力，那这张卡回杀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再来就是它被破坏的时候呢，一样是不管任何形式被破坏，都可以从牌组要摊一张斩击的卡加入手牌。那这张卡已经不限是魔法陷阱，你甚至连怪兽卡都可以拉，一样是一个被破坏之后一个延续做事的手段。第9张快斩击拉普拉斯算子，抽亮效果怪兽阶级4，地属性，
电子族，攻击2000，防御0，召唤条件等级4怪兽3体。此卡名的第一个效果1回合只能使用1次。第一个效果，此卡超量召唤成功的场合，将此卡最多3张超量素材取除，根据数量可以选择以下效果发动：对方手牌1张随机送木，对方场上1体怪兽送木，对方场上1张魔法陷阱送木。我方场上载机卡被效果破坏的场合，作为代替，可将此卡一个超量素材拔除。哦，这张卡蛮微妙的哦。它的第一个效果应该是不取对象，那这部分呢，我不是特别有信心啊。因为它文字讯息里面并没有写选择，所以应该不是选取对象，指定抗性应该管不到。OK， 这我不是很确定。如果各位有更肯定的答案，欢迎在留言区留言。第二个效果就是一个保护被破坏的卡片啊，因为3只等级4，我觉得它成本有点高啦。那这个效果，除非它真的是不取对象。如果它不取对象的话，那效果还蛮优秀的。可如果取对象就比较尴尬。斩击方程式，通常魔法。此卡名的卡1回合只能发动1张，以我方目的1体斩击怪兽为对象，可以发动。该怪兽特殊召唤，此效果抽上的怪兽这回合攻击上升1000。哇哦，好简单粗暴啊！可是1回合只能发动1张，这个限制很合理啊。可是，一拉出来攻击直接加1000还蛮多的。斩击刀，那由他装备魔法，电子族怪兽装备可能。此卡名的第一、第二个效果1回合可以各使用1次。装备怪兽和对方怪兽战斗的伤害计算时，从牌组将体斩击怪兽送木可以发动。装备怪兽这回合攻击上升，送木怪兽攻击力数值。第二个效果，此卡从魔法陷阱区送木的场合，以斩击刀以外我方目的斩击卡1张为对象可以发动。该卡加入手牌。哇，这张卡好强啊！内建送木上面多少张斩击卡自己都需要送木才可以触发效果，有这张所有问题解决了。1回合送1张，而且还是上升攻击力，强，真的强。不过有限制，这卡名的卡，它的效果1回合只能使用1次，所以就算你重复放了很多张，一样1回合只能使用1次。不过还是好用。如果你不想放那么多张卡住的话，你可以放个武器洞，放2张那由他，然后放1张武器洞，或许吧，或许可以，我也不确定。斩击超阶层，通常陷阱。此卡名的卡1回合只能发动1张，以我方目的最多3体斩击怪兽为对象，选择以下效果发动（括号同卡名卡最多1张）。那些怪兽效果无效，特殊召唤，仅用那些怪兽作为素材，将斩击的同步怪兽一体特殊召唤。此时同步素材不送入目的，回到牌组。第二个选择，将那些怪兽效果无效，特殊召唤。仅用那些怪兽作为素材，斩击超量怪兽一体特殊召唤。好，就是一张方便你展开的卡，而且这张卡的意思应该是可以在对方的回合进行特殊召唤。哇哦，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蛮强的哦。斩击归纳法，永续陷阱。此卡名的第二个效果，1回合只能使用1次。第一个效果，我方场上电子族怪兽攻击上升500。第二个效果，我方场上有斩击怪兽存在的场合，将魔法陷阱区的此卡送入目的，以对方场上1张卡为对象可以发动。该卡破坏。其实我觉得这个斩击系列牌组，他们攻击力应该都不会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数值，平均的话都会有2500到3000以上。那这样永续陷阱一加下去，马上加个500。虽然500在游戏王现今的环境并不是特别多，但还是有差，还不错，是个永续的 buff， 而且是电子族都吃哦，所以你召唤别的电子族一样有用。第二个效果就是场上只要有斩击怪兽1回合1次，可以选择对方场上1张魔法陷阱破坏。不过这就取对象了，所以一样遇到有指定抗性的卡片，那这个效果就没有用武之地，是不是特别值得投入这张卡？可以再观察看看。OK， 这就是斩击系列牌组，大家一起来数学决斗，打输的人请客吃白斩鸡。觉得恐龙妹影片也该做了。好，这边我再进行一个简单的 Q&A 哦。常有观众问我那些最新的卡牌资讯在哪里得到的呢？帅狗去找卡牌资讯的资讯有3个。第一个就是很多人会去看的，在脸书社团的台大卡片游戏研究社。第二个就是官方的推特。第3个就是决斗都市。帅狗会把这3个平台的传送门呢放在影片简介或是置顶的传送门，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想得到最新卡片资讯，可以直接透过传送门过去看哦。好的，卡片介绍完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次的斩击系统？帅狗是100%会组一副斩击来玩，光是那个全抗性我就觉得心动。因为帅狗最近搬到了北部啊，说不定不久之后你就会在北部的卡牌专卖店看到帅狗出没哦，到时候你就可以跟我一起决斗。来这边跟大家预告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帅狗正在努力筹备制作自己的原创卡片，咔啦，第1版的 demo 版已经出来了，是可以玩的哦。没错，帅狗原创的卡牌游戏。那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在1个多月我就可以找其他的朋友来试玩，到时候也会拍影片给大家看。这个卡牌游戏帅狗去设计了1年多了，所以真的是投入我不少心血，也花了很多钱请绘师画图，所以就到时候拍影片，希望各位可以支持。
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消息，帅狗在下个礼拜呢会上一支全新主题的影片。那这个主题呢，我认为跟 ACG 的连结是很强的，不过它涉足领域更广，主要是想叫神话体系的故事，无论是神话的体系或是神话里面的人物，都有机会成为我介绍的对象。那预计是下礼拜四发片，所以各位如果不想错过接下来新主题影片或是游戏王，甚至美漫其他领域的 ACG 影片，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而且一定要 K 爆铃铛，把铃铛 K 响才有用啊！如果觉得这支影片不错，也请帮我分享给你可能感兴趣的朋友哦。如果觉得帅狗频道很 nice 啊，想要贡献一份力，或是想要解锁一些简单的小福利呢，欢迎加入帅狗的频道会员哦！你可以得到头像，甚至是党证，甚至是贴图，以及频道会员专属的影片，甚至是贴文福利，还请各位多多支持。那么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啦 ，See you。